大家好，这是94。前几天在巴哈姆特论坛看到90的贴文，是关于路易及吉童的技能竟然能叠加了，而且实际测试后确实输出有明显的提升。贴文连结会放在资讯栏，有购买路易的玩家为之振奋，关卡又多推进几张了呢。不过一开始我怀疑这可能是 bug， 这游戏蛮常有 bug 的，所以写信回报给官方，结果出乎我的意料，竟然得到确切的回答。现在除了逼你氪免广告，又要多氪路易礼包了，大部分的玩家应该都感到意外吧？没想到竟然不是先修正爱丽丝的部分，反而是路易和吉童技能叠加的问题。不过有爱丽丝的玩家也不用太灰心，至少免死的应用和挂机方面还是有一席之地的。近期测试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，以我的挂机队伍为前提讨论，把安古拉和爱丽丝的符文兑换，主要差别在攻击力多寡。发现当爱丽丝使用攻击力增加较多的符文时，当单独使用爱丽丝的 buff， 安古拉的伤害为 4.57N。加上吉童后，安古拉伤害为 26N。而当爱丽丝使用攻击力增加较少的符文时，单独使用爱丽丝的 buff， 安古拉的伤害为 4.37N。加上吉童后，安古拉伤害为 73.3N。这时大家是不是会以安古拉输出较高的配置为主呢？但实测下来发现，安古拉输出较低的配置 26N， 每分钟击杀数611。而安古拉输出较高的配置 73.3N， 每分钟击杀数600。输出较低的击杀数反而比较高的多，611大于600。推测可能是爱丽丝 buff 持久力的因素，使用输出较高的配置，伤害可能有些溢出了。而使用输出低的配置时，虽然安古拉输出较低，但当吉童技能进入 CD 冷却期间的空窗期，单靠爱丽丝的 buff 就足以应付大部分的情况。单独使用爱丽丝的 buff，伤害较低的吉童加爱丽丝队伍 4.57N， 大于伤害较高的吉童加爱丽丝队伍 4.37N， 所以才导致击杀数比较多。由于变数很多，所以没有很深入的测试，单纯分享有此情况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另外，近期很多人问为什么没看到要塞增强的部分，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某些条件我已经提早满足了，而其他玩家不一定已经满足其前置条件，但还是把我的情况大概分享一下，顺便浅谈一下新副本机器的坟墓打法。首先，要塞增强的部分，要塞在增建3后满编为5人，之后要塞开始改为增强，满足增强条件时会出现教学，到增强3后会开启第6人的位子。增强所需的条件是在该阶段的成长都需点满，其材料炮击和防护的结晶可在齿轮工厂和罐头工厂制作，可消耗1个增幅结晶，
制作出随机1到5个防护、炮击的结晶，也可从流浪商人购买。此时，有些玩家可能对于增幅结晶的资源分配有点不知所措。目前我自己的制作经验，大约1个增幅结晶产出低于2.5个防护、炮击的结晶，所以当不急着增强要塞时，直接从流浪商人购买现成的较划算。而增幅结晶一样，只应用于原本该升级的部分。在完成增强1阶段后，会开启纪念增强任务活动，活动为期21天，开启后才开始计算。任务要全部完成，难度很高，除非先把资源囤着，等到足够时再开启任务。新手玩家有时间慢慢累积资源，或离增强3还有一段时间的玩家，可先不急着开启增强1，之后再看有没有机会把任务全部解完。提醒一点，成长所需的防护和炮击的结晶会随着阶级提升，升1等的需求也会越多。再来讨论一下新副本机器的坟墓打法。目前已知的打法有使用提利或马埃尔的配置。由于目前我只打到27阶段，随着阶段提升，打法可能不同。首先，马埃尔的打法，在能秒杀 BOSS 的前提下，开启全自动即可通关。而提利的配置，建议工具组使用甲板提升要塞最大血量，在能秒杀 BOSS 的前提下，一样开启全自动即可通关。未来无法秒杀 BOSS 时，可能就要调整马埃尔或提利的出招时机。最后聊一下在 Discord 看到的八卦，有位玩家分享以前玩家攻略100/20和现在玩家攻略100/20 BOSS 的情况，比较其输出的伤害与 BOSS 减少的血量百分比变化。此图为以前玩家挑战 BOSS 的输出，约 666.8S，BOSS 血量消耗 22%。第二张图为现在的玩家在增强版本更新后，输出约为578S， 但 BOSS 血量消耗为 0%。这究竟是游戏 bug， 还是游戏厂商的有意为之？让我们看下去